眼前我们看到的就是武则天和唐高宗的合葬陵，也是中国唯一女皇帝的陵墓啊。武则天，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了。在中国古代啊，皇帝有400-500个，但其中女皇帝只有武则天一个人。一般来讲吧，一个陵墓啊只有一个皇帝，但是有2个皇帝的，这也是独一份。所以说这个乾陵啊有露天石刻博物馆、历代诸皇帝之冠和睡美人之称。睡美人就是形容乾隆啊，这个远处最高的那个就是梁山主峰，它整个这个乾陵啊是由3座山峰组成的。梁山主峰是1047.9米，在梁山的南面呢有2座峰，中间的司马道，这2座峰东西对峙，一高一低，被称为鲁峰。这2座山峰啊是东西对称的，顶端呢各有一柱土阙，就是我们说的常说的阙楼一样的。为什么叫鲁峰啊？因为我们知道武则天她是一个女人，她女人当皇帝，所以呢她这里叫双鲁峰，与乾陵的历史底蕴呢是相互切合的。这个地方啊埋葬着曾经主宰大唐命运半个世纪的女人呢，一代女皇武则天，她整个掌握权力了大概半个世纪，跟那个当时清朝的慈禧啊也差不多。在5公里之外就是唐僖宗的晋陵，在晋陵这里可以看呐，这个乾陵大家看看是不是像一个正在睡觉的睡美人，慵懒而肃穆的躺卧在天地之间，她的头啊就是那个梁山正微微扬起，端庄秀丽，司马道就是她的脖子。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大自然呐，这座天然地势的陵墓啊与墓主人微妙的联系在一起，成为武则天女皇的绝妙象征。有一点呢，乾陵是什么时候开始兴建呢？是从唐高宗去世的时候才开始兴建陵墓啊，所以当时呢正值盛唐，国力充盈，所以陵园的规模非常大呀。它是仿照长安城建设的，因为唐初嘛，李世民开创了因山为陵的葬制，陵墓呢由建筑群与雕刻相结合，其中呢乾陵呢就完善了昭陵的形制，它是仿照长安城的格局兴建，分为皇城、宫城和外城。它这个陵墓也是坐北朝南的，南北主线呢长达4.9千米，其中呢陪葬墓啊有17座。乾陵陵园有这样说法，周80里的长度之称。这个关于乾陵选址还有个比较有趣的故事啊，它是唐高宗死后开始修建的，当时委托是谁呢？李淳风啊，还有那个袁天罡2个人去选，这2个人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就是袁天罡先来选中这个地方，后来李淳风也选中这个地方，后来武则天来复查，果真如此啊，2个人中心点都是在一个地方，所以后来最终确定这个地方。于是啊，武则天下令开工，乾陵呢很快修好，安葬了唐高宗。后面武则天逝世啊，也葬入乾陵。我们常说嘛，唐朝18陵，这个乾陵啊，据说是唯一没有被盗的。当年呢，有个黄巢沟，就是黄巢盗掘乾陵啊，没有盗成功。黄巢沟就在眼前一点点，就在下面。乾陵啊是坐北朝南的，这里是司马道神道，在这个神道啊这边入口这里有个华表，然后进去有石像生，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为什么要说乾陵的石像啊跟华表这些？因为唐朝依山为陵是李世民开创的，但是呢很多形制啊还没有完全确定，乾陵啊基本就确定了，所以基本上后面唐朝的帝王陵基本都是按照这个乾陵来制造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有代表性。这个就是华表啊。这个华表高8米，直径1.12米，是由方形双层基座、覆盆莲花基座、巴陵形柱身，还有仰盆莲花顶座及圆形柱头5部分组成啊。大家可以看到，下面2部分，中间1部分，顶层2部分，比较别致吧。这个我们很能明显的看到，这个圆形柱头啊是在那个莲花顶座上面的。武则天和李治啊都比较信奉佛教，所以他们这里的有很多佛教的色彩。我们知道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都比较信奉佛教，所以我们在洛阳的龙门石窟啊可以看到卢舍那大佛啊就是依照武则天的形貌制作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想知道武则天长什么样，就去看那个龙门石窟那尊大佛，非常形象生动啊。龙门石窟也值得一去，我已经去过1次了。所以说武则天留下的故事很多啊。从武则天开始啊，历朝历代的陵墓啊，基本上都会有华表，特别唐朝的那个帝王陵啊，非常明显。本来这个柱身呢，可能刻了一些那个兽类图案，但是经过时间历史悠久啊，已经风化了。
顶部这个圆球啊，则是天降甘露的象征。乾陵华表还代表着君王啊广开言路、善于纳谏的德政啊，一般都是帝王陵墓或者宫殿前的标志性建筑。华表之后啊，就是驿马，这个驿马也是乾陵开创的。在唐朝的帝王陵，很多都有这个驿马。它这个驿马是在那个司马道两侧昂首对视，大家可以看到头部高高扬起。这古代人呢，设计师啊也采取了比较抽象、夸张的手法。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是有翅膀的哈，这个翅膀呢粗线上勾勒出云朵形的翅膀。有了翅膀啊，如果听到命令啊，就是说啊，急如闪电，流星闪电，驰骋在这山梁之巅。同样可以看到这个驿马的头部啊，结构比较清晰。我们看整体来讲的话，造型啊比例比较协调，表现出强悍豪放的特征。这个驿马呀，是人们想象中长有翅膀会飞的马，所以呢又叫天马。这也是封建最高统治者的权威的象征啊。马在古代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我们知道打仗要用马，平时拉东西也要马，是重要的地位。乾陵的这个驿马啊，得到了中外学者的很高评价呀，被认为中国最具力量感的石马呀。驿马的造型来自于西方啊，所以呢，这正是唐朝海纳百川、对外开放的一个明显特征啊。因为唐朝当时世界最大的国家，很多西方国家来唐朝经商交流这些。从那个驿马进来啊，这里就是神道，就是司马道嘛，常说的。这个挺长的啊，我估计有几百米。然后最远的那个山峰啊，就是梁山主峰，那个武则天还有李治就埋葬在那里。所以说这个是中国嘛唯一女皇帝的陵墓，然后也是夫妻合葬都是皇帝的，所以说这个非常特殊。在陵墓前放置鸵鸟啊，也是武则天开始的。在墓前放石像生啊，是从霍去病那里开始的，最早发现的。这个鸵鸟也是有含义的，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会在陵墓前放置鸵鸟呢？它是有这种说法的。它是这样的，这个鸵鸟在唐朝人的心目中啊，是来自于遥远的异域啊，就是当时的外国，带有几分神秘啊，所以说我们常说一种神鸟。据说呢，当时唐高宗啊生前特别喜爱鸵鸟，所以呢，在唐高宗去世之后啊，武则天特意在乾陵安置了鸵鸟。这个采用的是传统的浮雕技法啊，虽然经历了1000年的风化呀，石雕线上面已经斑痕点点，但是还是鸵鸟的形象非常生动啊，反映了鸵鸟这个更加古朴粗犷啊，挺可爱的，大家说是不是？还有一种啊，这个我感觉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给我们现代人撒了一把狗粮，因为鸟嘛，夫妻恩爱。在古代呀，这个马大家都知道非常重要，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又是财富的象征。一般人是没有马的，只有那个达官贵人、富商这些都有良好的马，所以呢，他们对马呢有要求，有好的马而自豪。唐朝呢也盛行产马，这些马的高度啊大概是1.8米，长2.45米，马的身上都有鞍、镫、龙头等饰物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马呀十分显贵。其实也就是我们说诉说工业一样的。这个有马呀，就相对来讲的话，有牵马人，就是一样的嘛。帝王生前享受什么，他死后也享受什么。他在生前如果他骑马，肯定也牵马人，所以在死后也是一样。一句话呀，大家可以看看古代的工艺技术先不先进，1000多年了，这个马还栩栩如生，对吧？很能看得出来它的线条，它的工艺非常不一般，也代表了唐朝盛唐时期的石雕水平啊。这个马很多损坏了，可以看到上面呢很光滑，这是什么呢？听说以前呢这个地方呢很多小孩子会来这里骑石马，逗逗那个牵马人，所以有这样一句话嘛，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唐朝的时候，附近老百姓是进不来的。后面呢，可能上百年前，有小孩呢可能会来这里附近玩耍。大家可以看看眼前这个东西啊，这个叫直阁将军，也叫翁仲，这个在大部分陵墓前呢都会有这个，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气势吧，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这里有10对啊，等于是20吨，这个大概呢是高啊4米，宽1米，这个太气势恢宏了。它这个原型啊，创作原型是秦始皇的一个大将，就是很忠心嘛，镇守边疆，闻风丧胆。所以呢，他回来之后呢，秦始皇呢把他像铸成铜像，立在宫门口，作为首富的象征，所以后面就一直流传下来这样的。
太多了。它这里一排过去啊，我是第一次在陵墓前看到这么多那个翁仲跟支阁将军。然后前面呢，就是那种主峰1000多米啊，好像是1047米，武则天就在里面长眠，也1000多年了。大家看看，两边都是石像生。这个司马道就快走完了，前面有那个无字碑，我们来单独介绍一下。